它这个头是往后仰的，正面脸是抬起来的，然后这样就抬起来了。你看这个方块啊，低头抬头，你看你在想象一个方块在你的脑海里的时候，往上去，往下去，你要能够想象出来这个过程。下面我们通过建模的方式，让大家更直观的去理解三维。这个呢是一个三维软件，在这个三维软件里边，现在有一个初始的方块，选中这个方块，从前面看，这个胸腔要高一点，从侧面看它要扁一点，然后我们换个角度看，这个就比较像一个胸腔，再短一点点。这样看是不是很直观？能不能在你的头脑里面想象出来一个方块的空间中是什么样子？好，我们再找一个标准角度，从前面看或者从侧面看。从侧面看，我们转这个红色的线，它就可以往后仰，然后再转过来，这就是一个抬起来的胸腔。然后再转一下看看，抬起来的胸腔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从前面看，我们能看到底面；从侧面看，它是往后仰的；从后面看，我们能看到顶面。这样理解是不是很简单？能不能在你的脑海里面想象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块呢？知道这个方块在你头脑里转是啥样了？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前面，然后这个人呢，他除了胸腔往后仰，然后再仰一点，再抬起来一点点，啊，抬起来之后，他越往上抬啊，底面看到越多。我们要考虑他往后仰的这个角度有多大，不仅往后仰，然后这边的肩还有点抬高，这个是正面啊，这边的肩低。那么我们转动这个线，这回我们从前面看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这就是一个往后仰，并且呢，右边低左边高这样的一个动态，反正一侧高一侧低的一个动态。然后从侧面看，从这个侧面看是能够看到顶面的，因为这边抬高了。这就是胸腔。好，胸腔出来了之后，我们再来一个方块，把这个方块往下，这个方块呢做一个胯。从侧面看，这个胯肯定不会有这么厚，也不会有这么高。调整一下它的比例，因为胸腔是从这儿往后仰的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胯要从它下边的这个位置接下来。胯是一个什么动态呢？还记得吗？这个面是朝哪儿的？放在前面是朝哪儿的？斜朝前下方的。然后再从正面的角度看一下，这个胯就出来了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胯哪边高哪边低。看第四个人的话，感觉好像是两个胯差不多高，这一侧好像略高一点，就是对这个人来说啊，他的左胯略高一点点，把它稍微抬高一点，挪过来，然后再看一下侧面的视角，把它对过来。它这个胸腔和胯就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旋转展示一下，看一下。你现在想象一下，能不能在你的脑海里面构建起一个这个三维空间了？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小方块，把它挪到上面来，做一个它的头，控制一下比例，这个大小差不多。从正面看，这个是一个长的形状；从侧面看就概括成一个方就可以了，就是让它左右变窄这样的一个形状来做一个头。它这个头是往后仰的，正面脸是抬起来的，然后这样就抬起来了。你看这个方块啊，低头抬头，你看你在想象一个方块在你的脑海里的时候，往上去，往下去，你要能够想象出来这个过程。从侧面看，它往后仰的更多一点。相对于这个胸腔，这边是压缩的，这边是拉伸的，那么也比较符合这个人物的动态。它的头左右摆的没有那么多，但是相对于胸腔，它有往这边摆。你现在看一下啊，这三个方块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
第一张图啊，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，然后能够看到一点它的背面，它的胸腔和胯之间还有一个旋转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胯旋转一下，在这个角度让它看不到太多侧面背面，就是方块的角度变化，它就越来越像这个人的动态了。其实这3块如果能摆好的话，那么四肢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，柱体要更简单一些，只要控制好那个柱体的横截面、横断线就够了。那么大家看了这个演示，你再检查一下这3个方块能不能看出问题，能不能自己把这个问题改掉啊？你看一下你画的这个3个方块有没有把它的状态找对，有没有分析出来。首先你要确定这个胸腔往后仰的比较厉害，并且呢它有往这边转，往这边转之后，这边的肩面低，这边肩面高，这个动态有没有表现出来？然后两胯之间的这个高低，这边低这边高，然后从侧面看，这边能看到胸腔能看到背面，骨盆呢胯呢只能看到侧面，你这个特征，这个角度上的特征有没有抓准？